大家好，先看一个新闻啊，这个新闻呢是微博视频号里面的杭州电视台的综合频道的一个新闻，你可以看到这边水印啊。这个图片里面的话，你看这个是警察啊，这个是一个工作人员是吧？穿着工作服，问他装了多少个？这个小区装了6、7个。一般来说，一个小区里面啊，肯定不止只有6、7个。他要装的话，他能装的话，肯定能装满啊。他为什么只装6、7个呢？看啊，这个图片它装在弱电井里面啊。有一些人呢跟我反驳说，弱电井的话，你没法获取这个宽带账号和密码啊，这个路由器都在光猫啊，都在入户的呀。不是这样子的啊，有一些可能原因，我也不知道什么原因啊，它这个路由器就安装在这个弱电井里面啊，甚至这个光猫也放在那边啊。我可以给大家看一张图啊，这张图就是我家门口小区，也就是我住的地方的门口的弱电井里面啊，就是这个是 H3C 的一个路由器吧。我上次试过啊，我本以为这个宽带是我们家的啊，结果不是我们家的啊，所以说后来我拔掉了。所以呢，并不是说像有些人说的啊，弱电井里面没有宽带账号啊，你没办法获得啊。人家就是偏偏发现了这个漏洞啊。为什么呢？有一些宽带运营商了，它不是说是3大运营商，它有一些呢是光猫呢不会入户的啊，所以说他利用这个漏洞，这也是为什么他在这个小区里面只装了6、7个啊，没有装全部。他要能装的话，他肯定全部都安装了。你可以看到这个图片啊，它就站在这里啊，电的话就像我刚才展示图片一样啊，是有电源的。这个呢，它其实呢，它不是一个真正的工作人员啊，它其实是冒充了某一家运营商。这家运营商呢，不是3大运营商，3大运营商的话，基本上啊，这个光猫是入户的，它的作案设备啊，这个一看出来就是一种路由器吧。这些设备呢是他从网上买的，因为很多时候呢进小区的时候呢会要登记啊，或者说呢你去装设备的时候，人家会问你啊你在干什么，是不是啊？那这个时候呢他有工牌啊，有衣服啊、制服啊，那人家就不引起怀疑，是不是？那我都说了嘛，有一些宽带是不入户的啊，那光猫是不入户的，那所以说呢他就专门找这些宽带下手。好了，它安装什么东西呢？其实安装是一种路由器啊，这种路由器的话，基本上是可以零元购机的啊。你跑在里面跑，它是说实话啊，是先缓存啊，就从网上一些热门视频下载到这个路由器上啊。路由器本身里面硬件的话，它有一部分的那个存储啊，存储空间。当啊这个隔壁或者说整个小区附近的啊，有一个人要看视频了，这个视频呢，它不从啊云端去获得缓存啊，它直接从你小区里面这个附近啊，这叫边缘计算。它从中之后呢，也就是给这个网站的运营商啊省钱了啊，因为服务器的流量是很比较贵的嘛。那这样的话，它可以获得积分啊。这个积分的话，说是就是钱啊。你看这100积分等于1元人民币嘛，相当于是1个积分等于1分钱人民币。好，当时抓获它的时候呢，一共是213个设备正在运行中啊。那很多人会怀疑啊，这个买213个设备的话，你这样能不能回本的啊？其实呢，它很多时候呢，这个设备是有零元试用机制的啊。民警也说了，就是可以零元购买啊。所谓的零元购买呢，你这个设备呢是可以给你的，你要满足一定时长啊，保持每天在线多少时长，那么你就可以获得0元。那日后的话，他用自己赚出来积分呢进行抵扣啊。说白了就是说呢，可能前面跑了一批10台机器啊，跑出积分来了，那这些积分呢，我继续用积分去花钱，那当钱去花，继续买设备啊，不断循环，这样的话设备的话就源源不断的有啊，只要不停的找小区就行了。我们这可以看到这个图片啊，图片的话，这个图片里面我看它的金额下单金额都是0元啊，说明呢它的积分呢已经就完全抵扣了这个机器的费用啊。这机器呢，到时候呢它还是你保持一定在线时长的话，它会返回你一些也是类似于积分啊，我不能说哪个平台，其实我都看知道了啊。话又说回来啊，为什么他偏偏要找这样的小区，以及他要买这种0元的路由器啊？是这样子的啊，其实还有一家非常不错的平台叫网新云啊，但是网新云如果说你买来网新云设备啊，安装在这种运营商上，其实收益率是非常非常低的啊，甚至回本的很难啊，所以说他对这种东西呢研究还是挺深的啊。因为这个家的路由器吧，它针对这种运营商的话，它对 NAT 的类型是不太注重的。
它更多的考虑的是你的在线时长啊，所以说呢，它就是专门选择这一家的路由器啊，就是选择特定的宽带啊，不入户，从中啊实现获利。它总共赚多少钱呢？被查获的时候呢，它总共是赚了300多万积分啊，相当于3万多人民币啊。如果说它不被查的这个钱的话，基本上是被动收益啊，源源不断的会滚啊。我们再看一张图片啊，这张截图啊，是一个网络知名人士的发布的一个帖子啊。这个帖子的话，说明某一个智能音箱啊，它是每个月会对外传数据，一个月能传6T 啊，把用户的网络当做免费的 PCDN 节点来使用啊。什么叫 PCDN 呢 ？CDN 的话相当于是缓存 ，P 的话就是私人的意思啊。这种偷传数据做法啊，把拖慢网络不说啊，你根本不知道传了什么数据出去啊。一般来说，它传数据基本上就是把一些视频数据缓存到你的设备上，再往外传输啊。加网络说实话还好一些啊，至少的话，它在用户协议里面告诉了你啊，就是小度智能加速啊，这个服务功能就是利用边缘计算技术啊。说白了，但是很多人都不会去看啊。那所以说呢，你要说它违规呢，你也没法说它违规啊。它自己告诉你了，那更多视频化服务资源、视频百科、多媒体问答、高清视频内容啊，主要是缓存内容呢都是视频的。顺便提一点啊，最近的话，我也发现，在某个平台啊，短视频平台非常知名的短视频平台上，出现了一种创业项目啊。什么项目呢？就是说呢，你加盟他们的创业项目了，你购买他们的电视机顶盒之后呢，这个机顶盒呢价格是非常便宜的，你去推销入户，每个月或者每天都会产生收益啊。这个收益怎么来的呢？其实也是利用了这个 PCDN 节点啊。其实呢，这个电视盒呢，一方面的话，你在看电视之后啊没有感觉。第二点的话，它也是偷在上传数据，利用你的上行带宽啊。这个电视用户呢，基本上都是这种视频资源啊。本身你在看视频的时候呢，把这个数据刚好缓存下来啊。当你闲时的时候呢，又能上行。我觉得这个项目啊非常聪明啊。但是呢，你这种偷的安装，如果说不让客户知道你这个电视盒具有这种 PCDN 的性质的话，我觉得有一种感觉就是类似于木马啊，把你变成一个免费的矿机啊，非常的不道德啊。有些朋友呢，可能也想自己靠这个赚钱啊。其实赚这个钱呢，赚是赚不到多少钱的，但是呢，你可以把你的家的宽带费能回血一大部分啊，甚至能超过宽带费用啊。因为很多时候呢，办的这种手机话费套餐啊，它是免费送宽带的啊，这样的话你可以回血。先说一下这个边缘计算啊，以及 PCDN 到底是什么东西。简单的来说啊，如果说你做一个短视频的 APP。或者是网站啊，那么你的服务器费用会非常高，因为视频嘛，流量是非常大的啊。那这个时候呢，如何让你省钱，并且让用户体验会更好，比如说服务器不卡，那这个时候呢，就利用这种边缘计算技术啊。什么叫边缘计算技术呢？你可以看到这里啊，它是共享计算啊，就是把一些热门视频缓存到用户，比如说缓存到你家隔壁邻居的某个设备上。这个设备呢，当你要看视频的时候呢，它不从云端服务器去调用数据，它直接从你小区某一个邻居家调用数据给你看啊。这样的话，它节省了流量。第二个的话，也节省了这个长距离通讯，用户体验会更好了。我介绍的这家的话就是网信云的话，它比较适合3大运营商。所以说呢，刚才那个人就是偷别人宽带那个人，他没有用网信云，就是因为他能偷到的网速运营商呢，它不是3大运营商所以它没有采用网信云。那如果说你3大运营商的话，我建议你用网信云的话，你可以看它的一些介绍首先的话，网信云的话，它自己有自己的设备。如果说你没有它的设备你不买也没关系。如果说你有这种闲置电脑那么你可以走 X86 这个相对于 ARM 结构就一般来说我们平常用的电脑都是 X86 结构。如果说你有闲置的笔记本，你可以安装他们的系统一个他们系统的是 CentOS 改的一个系统有一个 ISO 的文件，你安装上去，但是呢，这个 X86 的跑速度是基本上跑满速度的你要注意网速不要太利用率不要太高，上行宽带，比如说你给你100兆的上行带宽。然后呢，你每天100%利用率的话，你肯定会被运营商发现，运营商给你限速，觉得你在滥用宽带一般来说，你利用率50%以下的话比较安全的。但是我们可以看到三方盒子的话，因为这种你可以把三方盒子理解为电视盒或者说别的盒子这种 NAS 都是可以安装的因为这种三方盒子的话，基本上24小时在线所以说呢比较好用。那么
像你看之前那个路由器也是道理一样的啊。但是你看这个价格啊，它收益率啊，每天排行榜这个能500多块钱，这个4块钱啊，这个3块钱啊。一般来说，X86啊，这些用户啊，基本上都是宽带是非常非常大的宽带，非常专业啊。他们那种量跑的也大啊。一般来说，普通的用户啊，基本上用玩客运比较多啊，一个小盒子。它这边也明确提示了啊，移动、电信、联通运营商的带宽环境下啊，是呢，你如果说不是这3家的话，我不建议你去搞网信运啊，甚至我只建议你就跟之前啊新闻开头那个人一样啊。我们看一下每日收益排行榜吧啊。首先的话，X86啊，任何的笔记本或者说电脑的话，你都可以安装啊。X86这个教程的话我不说了啊。其实安装起来的话还是比较简单，就跟重装系统一样啊。你先写入一个 U 盘系统，启动安装啊，格式化硬盘啊之类的，可以加数据盘啊。收益冠军500多块钱啊，这个的话基本上，我觉得啊，很多人都是蹭用这种企业的宽带资源。一般来说，企业的宽带、商用宽带的话，你就算跑满这个利用率的上行宽带跑满的话，一般来说，运营商的话也不会说什么的，也不会把你限缩，因为这个企业宽带的费用要远远高于家庭宽带啊。甚至来说的话，你跑X86的话，它里面还有一些定向业务可以跑啊。定向业务的话，这费用啊，包括收益率的话会高一些啊。如果说你定向业务跑不了的话，你可以里面有个智能推荐服务啊。那么你看这边有很多种啊，比如说OES 的话是用这种你的上行速率的话在200兆以上啊，或者说100兆以上啊。至少100兆以上，官方推荐就要这样说的啊。OEC 啊，基本上100兆上行宽带啊，那你可以买这个 OEC 啊。那 OEC 的这个是加强版的啊，还有一个 OEC 啊。那钻3的钻钱宝3代啊，这个的基本上100兆宽带你也可以用啊。我说的100兆是上行带宽啊，你基本上的话它能跑到这个30兆。那手机宝的话，其实呢，就是说你家里有闲置手机的话，你可以安装个软件啊，非常简单。但是这个呢，手机呢是要安卓手机啊，它其实就是把你的手机变成一台设备，一台设备之后呢，它其实也是会跑上行带宽嘛。但是呢，手机的有一个好处就是它的电费比较省啊。那这边的话，也有人跑到7块钱啊。那如果说买这种设备的话都要钱的啊，手机的话你这个自己设备嘛，不用什么钱了嘛。电脑宝的话，我觉得这个不太好用啊。你看这收益率非常低啊，而且电脑的话功率又大啊，那你还不如装X86呢。邀请提成呢，这个的话就是你邀请别人啊，提成的话基本上是增加30%收益率。我可以看一下它的一些别的介绍啊，比如说这个 Windows 程序啊，这个我说过了啊。手机宝的话，说实话性价比还是可以的啊。OEC 加强版的啊，技能硬件提升了啊。那这种盒子的话，说实话啊，我觉得非常贵啊，好几百块钱。这个 OES 的话，可能700多块钱了。虽然说现在的话有双12活动啊，但是呢，我不太建议去买这么贵设备，你要能回本的话就很难回本了啊。X86的话，这边有个激活码，激活码本身的话要一块钱啊。那现在的话，说实话，你加入那个群的话，说实话，里面有个机器人，你问他要一个好了，就不用钱啊。赚钱宝3代啊，这个我觉得是性价比最高的一个设备了啊。因为什么呢？赚钱宝3代的话推出已经很久了啊。那你可以在某些电商平台上去买一个二手的机器，二手机器呢再买一个二手的这种固态硬盘，或者说机械硬盘，说实话也可以啊，因为它那个接口啊是 USB 2.0 的，不是 3.0 的，所以说 2.0 的，我觉得配合你的网速的话，比较做到一个木头原理啊。当然了啊，现在如果说你在新马泰啊，或者说东南亚地区啊，基本上是泰国、越南啊这种地方，他在招募这个海外业务啊。说实话，海外业务的话，收益率啊，我没有测试过啊，但是我觉得应该是没有像这个国内这种业务这么高啊。不过的话，最近的话，他因为在招募嘛，他缺资源，可能会给你一些部分加成啊。这边的话还有一个 GPU 啊，算力业务这个是全新的，我没有测试过啊。不过的话 ，GPU 的话，因为之前很多人这种矿难啊，那如果说你有这种 GPU 的资源的话，你也可以这个 GPU 的话，运算率会更高啊。那你看这个收益冠军的话，3000多块钱啊。好了，如果说有朋友想加入的这种网信云的话，可以点我下面的链接啊，这样的话我的提成的话可以增加30%啊。那被邀请的用户也可以参加这个双12的活动啊，可以买一些便宜的设备啊。那里面的话，我查过这个钻3的设备的话，你在官方买啊，去第三方平台买啊，价格是差不多的啊，它里面是有套餐的，里面也有这个二手的固态硬盘跟二手机器啊一样的啊。那如果说某一天啊你不玩了啊，或者说收益率觉得低啊，或者说影响你的网速啊，那么你钻3这个东西呢，我觉得非常划算啊。划算在哪里呢？它是 ARM 结构的啊。如果说哪一天你不玩了之后呢，你可以把这个钻3机器呢刷机刷成这种
OpenWRT 作为一个路由器，或者说呢刷成一个Linux 的版本那么也可以做这种平常一些服务器的功能使用或者说自己架设一个网站做测试环境也是可以的